但是大客户呢要求你高度的定制化，最后把你拖垮。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最终把你当做一个自己的技术开发团队来做，导致你没办法做出这个产品的逻辑，所以很难复用。所以就是从上市的角度，这个事情不自洽了。最终呢，就是我们从零开到300人的团队，做了很大的业务，但是呢，因为无法上市，无法承诺对投资人的这个承诺，所以从300人就把它砍掉。这是一个大致的过程。好在就是2人创业呢，都还是赚到了钱，没有亏钱。这是我大致的创业过程。然后呢，有机会去了杭州，你们知道有一个叫湖畔创业研学中心，它原名叫湖畔大学。然后呢，就能够跟像全国的最优秀的企业家又一起交流学习的一个这种大致的背景。那么大概从2020年开始，我们就在研究 AI 的东西。然后呢，疫情之后呢，就更加的关注这件事情。所以这是我大致的一个背景。OK。那么咱们今天交流的东西是什么呢？咱们今天交流的东西呢，主持人刚才讲过了，先要聊什么呢？大概2部分内容。第一是跟大家聊聊对当下的 AI 创业也好 ，AI 转型也好，它的发展阶段还是有基本的判断。然后第二个跟大家聊聊，如果你要做 AI 的创业，做 AI 的转型，企业的转型，那还是有些经验可以大家参考的。这是咱们今天要聊的内容。好了，这是关于我的背景，关于今天要聊的内容，这个我讲清楚吗？好，那么这个讲完了怎么办呢？是要跟大家还是要问个好的？为什么要吓我？吓我简单跟大家问个好，简单要活动一下让你的这个精神舒缓一点点。我会问大家说，大家下午好，你回我说好，很好，非常好。然后，请伸出你的左手，拍拍你左边的人，用力拍拍他，对他说见到你更好。然后换你的右手，拍拍你右边的人，对他说见到你更好。我讲的清楚吗？记得用力拍，否则的话，你发现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呆然后我就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听。我们试一下用力拍。好，各位伙伴，大家下午好。好。很好。非常好。对，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还是要多出来交流。因为我会去各种的场合做演讲分享。我每次做这个演讲分享，我觉得它本身也是一个自己滋养的过程。先给大家讲清楚就是你不要把我当做一个做培训的或者咨询的，我也不是一个好的演讲者，因为本身我们是连续创业。我在杭州呢是杭创营，杭州有个杭创营，它背后是杭州资本，还有杭州人才基金2个千亿级的基金打底，然后呢圆顶资本就是这个阿里巴巴这个吴永明他下的这个资金，然后呢我们本身是在做创业孵化，我们也在做投早投小的事情，所以我的核心工作，我自己主要的精力就是到处看项目，然后呢去希望他们能够参与我们这个孵化器，然后呢做各种的这个创业者的路演和评选，我主要是干这个事情。培训和咨询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占的精力也越来越少，这是我大致的背景。好，那么接下来我跟大家聊这个正式进入正题吧。首先第一个，什么叫做对当下阶段的思考和判断？这是一个方法论的东西，但这个我直接讲你看不懂。我们先来聊这么几个东西。这个东西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它不是我这样来问的。如果你要做 AI 的创业，以当下的眼光去看。你觉得在 AI 的创业这个领域里面，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你自己看下来，咱们先把大模型，先把软件放一边，好吧？在这个物理世界和你的生活极度相关的 AI 创业的商业价值最大的是哪几个？商业价值最大的巨头是哪几个？你看这里有提示，自动驾驶是一个，它的市场空间巨大，对吧？然后呢，基本上有名有姓的巨头都想进去。连英伟达这个做显卡的，前2天居然都发布了自己的自动驾驶的程序，这为什么？因为它的商业是巨大。然后再进一步的什么？再进一步的还有，比方说这个谷歌的电饭，它搞这个蛋白质的折叠蛋白质折叠的研究，哈萨比斯干的事情。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就是基于 AI 去研究新的药物，你比方说减肥药，我们讲清楚吧？这种大场景、大客单价、大商业价值的东西，大家都在做。OK， 那问题是你像这个大语言模型，现在就是你发现大语言模型 LLM 这个东西已经不再是热点了。那到底什么东西是创业的东西真正的热点？如果你以产业级的周期去看，以一个产业的周期，你从产业成熟的周期去看，最好的合适的切入的时机是什么时机？这是我们第一个研究的，这是看10年想3年干1年的逻辑。我们做战略基本的逻辑就是看10年想3年干1年。为什么这么讲？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它是什么逻辑了。自动驾驶。如果你去分析它的缘起，你千万不要觉得现在很厉害，你要看它的缘起，它的起源。它的起源大概你能看到，大概2001年的时候，美国搞了一个国防法案，
希望他的这个，因为美国到处打仗，他希望他的士兵在这个战场上少死了一些，怎么办呢？他就立了一个法，他希望推动自动驾驶，希望这个在战场上跑的这个车子都能自动驾驶。我现在清楚了。好了，然后呢，上面有一个国防部的一个部门，叫 DARPA 的部门，就搞了04年搞了 DARPA 的挑战赛，让全美国的这种能做自动驾驶的这些科研院校和机构都来竞赛。这是最早的自动驾驶的比赛。你能看到什么？你能看到当时的这个自动驾驶车是长这个样子。我们讲清楚吧？注意，这是2004年开始，那个时候的 AI 的进展和在座的诸位你们理解的 AI 根本不是同一个东西。那个时候可能用的更多的什么？更多的是算法，更多的是用雷达加算法，和这个 AI 的自主的东西其实区别很大。你看这个东西，看很多的东西就跑不到头。第一届比赛没有哪一个能跑完15公里，到第二届比赛总算有一家能跑完了。那跑完那一家就是后面的谷歌把它收购了，变成了现在的威猛的全身。威猛就是国外这个很有名的一个自动驾驶公司，这个大家知道啊。OK， 你会发现这是2004年的事情。然后呢，特斯拉是大概是05还是06年左右成立的。谁知道特斯拉什么时候成立的？同志们，你们谁知道特斯拉什么时候成立的？03年左右吧。03、04年左右，大概这个时间，它是和 DARPA 挑战赛同时成立的。然后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如果你以这个时间轴、以历史周期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就是真正的一个产业，人工智能也好，或者任何一个产业也好，你想要让它真正的爆发出来这种潜力，让它成为一个很好的格局，怎么办呢？10年的时间是必要的。你不要觉得说现在 AI 非常的火，你觉得说自己现在入局是不是晚了？你觉得说是不是格局已经激进了？不是，还早得远。它大概以10年的周期去看，从 DARPA 的挑战赛之后，然后呢，特斯拉成立到2015到2016年的时候，Model X、Model 3才把它研发推出，10年时间过去了。然后呢，你会发现就是又过了10年，到了2025年，机器人马拉松。机器人马拉松大家可能能关注吧？这个东西有关注过吗？在北京的机器人马拉松，又过了特斯拉 Model X、Model Y 出来之后，又过了整整10年，具身智能机器人马拉松发展到这个程度。我想表达什么呢？我想表达的就是，如果你关注 AI 的创业也好 ，AI 的转型也好，尤其是从创业的角度，你不用太着急。你任何一个赛道、任何一个产业，它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发展到高度集中，发展到今天的自动驾驶这个阶段，它需要大概也真的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而这10年呢，大概会分成了几个阶段，这就是看10年想10年概念的逻辑。我们讲清楚吧？你站在2004年、2005年左右的时候，如果你认为自动驾驶是未来，你愿意死磕个10年，磕了10年之后，Model X、Model Y 出来了。如果你不站在这个角度看未来做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拿不到竞争优势。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做的话，也要分几个阶段去布局和投入力量。那不只是这个自动驾驶，还有什么东西呢？你比方说，大家研究这个 AI， 你们一定知道几个人。你比方说这个辛顿大家知道对不对？人工智能所谓的这个算法嘛，我们叫人工智能之父嘛。然后辛顿真正的出名，你知道是在2012年。你要去研究这个人的来处，你就能知道一个产业发展规律。2012年的时候，辛顿赢了一个比赛，叫液体猫比赛。知道液体猫举下来进去的是谷歌猫液体猫比赛，它是这么一回事。大概在2012年之前，那这个人李飞飞大家都认识，对不对？李飞飞呢号称这个人工智能之母辛顿号称人工智能之父，这哥们呢人工智能的军火商显卡。然后呢，李飞飞呢他说这个。他研究的是图像识别，因为人工智能大家都知道是多模态，语言模型只是文字，真正的是视觉然后呢触感。今天我刚刚去的旁边好像有一个那个阿里通讯签的一个硬件展，大家去过没有？就你像这个触觉，什么叫触觉呢？你如果我们桌上有个手机，有个杯子，你看了第一眼，你想把它拿起来，你知道它有多重，你知道我有多大的力量，我触摸的一瞬间，我就知道应该怎么把它拿起来，我能拿起来。那对于机器人来说是极难，因为你要通过视觉，你要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你能判断出来它的材料，它是金属的，它是玻璃，它有多重，然后呢，它表面有没有，比方说这个都是冷，它表面有没有结雾，有没有水珠，然后呢，通过神经反应，我用多大的力量把它拿起来，力量太大把它捏碎了怎么办？这都是极其复杂的算法，对于机器人而言。你会发现，就是李飞飞他说，就是人工智能的起点之一，至少要解决到视觉的问题。他在2012年之前就搞了一个ImageNet的比赛，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至少先去识别一个猫吧，这个猫能不能计算机把它识别出来？这是人工智能视觉识别的起点。那最早的时候就是建模嘛，猫2个耳朵，
今天的耳朵一个脸圆圆的，然后有个身体，有个尾巴，这是对猫的建模。一开始机器识别猫真的是这么做的，结果发现不行，为什么呢？因为猫是液体，能理解吧？这叫液体猫，因为猫不只是这个形状，猫可以是液体，它可以是像面条一样，它可以像冰淇淋一样，但它都是猫。那如果你用这个之前的逻辑去识别这个猫就不行。然后呢，过了几年，直到新顿，直到新顿用它这个它对应的算法把这事情搞定了。这是2012年的事情。新顿把这事情搞定了之后呢，这个视觉这一块大语言模型卷积网络生产起来，然后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又过了整整10年，ChatGPT 才出来，2022年才出来。然后呢，接下来的3年，2022年到2025年是大模型诸神混战的这么3年，国内各种大模型被卷来卷去，我们讲清楚吧？就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就是一个产业，一个东西，它的发展到真正的成熟，也许你当时在里面，你会觉得说非常的，就是每天，如果你关注自媒体，现在的自媒体有什么好玩的？就是每天你去刷它的时候，天天都是震惊了、改变了啊，改变完了，世界崩坏了，然后这个就是秩序改变了。自媒体最擅长的就叫震惊体了。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去看产业的这种周期的话，看10年的周期，才能够看到一个产业逐渐成型，对世界产生真正的影响力。看10年，我们讲清楚吧？但如果你看10年之后只看10年是不够的，只看10年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光说不行，你还要把它分成不同的阶段。举个例子，你会发现就是第一个3年，比如说2022年到2025年已过去，第一个3年大概率是什么？大概率就是大家就一窝蜂的，因为媒体的助推，因为资本需要，因为要炒股嘛，所以你发现就是媒体也好，资本也好，会把这事情渲染到承销身上，渲染到好像是要么是世界末日，要么就是人类世界有巨大的改变，他会把它期望值推到最高，这是过去3年干的事情。然后呢，你发现这个时候就会累积风险，到第2个3年，就是接下来从00年开始，大概到30年嘛，接下来这个阶段时间，我个人的观点，包括我们交流的这些优秀的创业者和投资人，因为背后有非常多的投资人，非常多的创业者一起经常交流，我们的观点就是吹牛逼的时代结束了，吹牛逼的时代结束了。第一个3年是很多人在吹牛逼，第一个3年能赚到钱的，主要是那些做硬件的、做算力的、做显卡的、做内存的那些。第2个3年开始。第2个3年就要拼的是什么？就是你是不是真正找到真正好的场景，把这个场景真正的商业化，跑通这种赚钱和这种落地的逻辑。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以咱们国家这种制造业，咱们国家的软件产业，在座的诸位，你会发现就是这个机会就会起来。这个3年你要做的什么呢？你要做的是找有价值的场景、好的产业，然后呢，消费者和企业用真金白银来投票。这个时候是转型也好、创业的关键的一个阶段。你用这个阶段把钱赚到，把技术和力量累积到位，然后呢，到再一个3年，2030年到35年左右的样子。这个时候你有没有足够的技术，有没有足够的市场，有没有足够的资金？到那个时候又开始一轮新的绞杀战，就是发现大家都能活就活下来。到最后一个3年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巨头开始跑出来，我能讲清楚吧？到那个时候又开始坚定又开始重组。如果接下来的3年你卡不住位置，你活得不好，等到3年之后的几年，估计自己会更难，就没有你的市场空间了。我们讲清楚吗？如果你沿着这个产业发展逻辑，你会发现就是，如果说你看的是技术的变化，那确实好像是每天都有变化。但是如果你从商业、从产业发展的周期去看的话，它还是有个看10年、想3年、干1年的基本的周期和节奏。那从这个角度讲，我一直觉得说不用着急。过去3年，如果说你没有做 AI 的创业，你没有做 AI 的转型，没关系，因为过去3年太多的骗子太多的这个虚假的东西，太多东西不成熟。经过过去3年的这种大浪淘沙，未来3年成熟的东西也差不多了。你可以很多拿来直接用，你也可以说你去创业的时候也能看到比较清晰的方向。我能讲清楚吧？这叫看10年，这叫想3年，这叫干1年。干1年的时候找一个切头就好了。那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说你能理解和接受这个看10年、想3年、干1年的逻辑，那好，那咱们要聊一聊，如果现在开始你要入局，有哪些注意的事项？首先第一个，先跟大家讲，就接下来的几年，这是马斯克最近刚刚的播客他的言论，我不知道诸位看过没有？大概是1月6号还是1月8号，他接受一个专访，3个老男人一块聊天，这个看过的举手。OK， 很少，就大家大家愿意来这里听我啰嗦，说明你对这个话题是关心的，对吧？但是呢，你会发现，就是听我啰嗦，不如干嘛呢？不如翻墙去看这些真正的大佬他的播客，马斯克也好，英伟达的这个黄仁勋也好，李飞飞也好等等，你一定要去关注他们最新的言论，我能讲清楚吧？因为到我这里你消化了很少，
然后呢，我呢也不是来给你讲这些大方向的，我跟你聊的是应用，我跟你聊的是如果你来创业或者说是做企业的内部的转型，你要怎么做？我先界定一下，今天如果你有能力手说大模型啊，搞大模型，或者说是做这种人形机器人的那种前沿的研究，你不要出现在这里，那不是我研究的方向。那类创业者就很高级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普通的创业者，普通的转型工作者。什么叫普通呢？你没有能力去做这种基层的基础设施的研究，也没有技术能力做类似于这个，比方说芯片或者说内存的开发，你也没有能力仅靠你的背景就直接融来资，你必须苦哈哈的从头开始把这事情做起来，这叫普通的创业者。我能讲清楚吧？我跟大家聊的是这类人群你的生存的逻辑，以及说这个你想在企业里推动 AI 的转型啊，你该怎么做啊？如果你很牛逼，那其实不用听我来啰嗦。但是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一定要去关注这些 AI 的领袖他的言论，因为如果你翻不了墙，国内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媒体，比如说腾讯的 AI 研究院，比如说阿里的达摩院等等，你关注一下，每天的新的信息都会有。那这个马斯克最新的访谈，大概有几天之前，他的观点非常的清楚，未来几年大家会经历一个非常撕裂的年代，就是他的原话就是一边会高度繁荣，就是搞 AI 的那帮人会整天像打败鸡血一样拼命的搞创新，拼命的做业务，每天不知疲倦。你像硅谷现在的情况就是，我说什么996了，这打个帐篷睡在公司而已，因为那玩意儿他打了鸡血一样。但咱们国内现在反996，反加班，反内卷。那边呢，因为他有自己要追求的事情，他觉得这个事情很好，所以他在觉都不愿意睡，他就直接在那里帐篷打起来。这情况真的不一样。然后呢，你会发现好玩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另外一方面就是会面临就是失业，面临经济的打击，面临地缘政治各方面的冲突，是这样子。我们对未来判断和他判断是一模一样。就是我看到的，拿杭州来举例子啊，因为 AI 的发展，文职类的工作批量的失业潮已经形成了，就是它还没有到最汹涌澎湃的时候，就是这个海啸已经能看到一个浪花了。它真正的海啸的冲击大概在未来3年就会形成。那如果你做的是一个，拿杭州来说，做的是普通的文职工作，包括这个基础的编码的工作、程序员的工作，大概3年之内会非常的难受。没办法，就像当年蒸汽机发明了，纺织机发明了，汽车发明了，一定会有些人难受。但是我对未来还是乐观，就是汽车发明了，好像马车夫也不见得会死光，时代会推动，也会给你新的机会，所以我倒不是特别的着急。但你要明白，未来几年会很难受。第二个，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相信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实现吗？认为说机器一定会超越人类，计划出来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的，它比人聪明，请举个手。就认为机器一定会比人聪明，举高一点，大家可以互相看一下。这个场子里不到1/3的人这么认为。那我一定要问清楚，你认为机器永远不可能超越人的，它不可能比人更牛逼的，不可能比人更聪明，它不可能拥有真正的灵魂。灵魂啊，举个手，举高一点 ，OK。超过1半的人认为说它不会有真正的灵魂。我跟你讲，这就是人类的偏见，是真的人类的偏见。为什么呢？就是我无法给你证明证伪，我给你推理一下。你相信进化论吗？在座的相信进化论的举手。相信人是从这种单细胞的东西到海藻，到爬行动物，到鸟，到恐龙，到哺乳动物，到猴子，再到智人，再到今天的我。你相信这是真的是进化过来的？请举个手。没有啊，进化论怎么现在相信人不少的？你回头你看，这也出问题了。如果你不相信，你相信是神创论，有外星人也好，或者说是上帝创造了一个真实的世界，你相信神创论是一种；你相信我们生活在马斯克说的虚拟世界是一个黑客帝国，这也是一种。我们讲清楚吧？你会发现，如果你相信进化论，那为什么机器进化不出来智能？我们讲清楚吧？你没有理由反驳的。如果你相信进化论，那为什么机器进化不出来智能？你没有理由反驳。如果你相信神创论，那这事情变得更好玩，它凭什么长不出来？我们讲清楚吗？所以就是真正务实的逻辑是，你不用去纠结机器会不会超越人，你不用去纠结。你站在创新和创业的角度，你要去想的是，它到哪一步我能怎么用就可以了。机器能不能超越人，能不能就是真的超越人，能不能有灵魂，就是你可以思考，但它对于你的创业，对于你的转型，对于未来的你在座的诸位，咱们这些普通人而言，3、5年、10年之内对你没什么直接的影响。你还不如务实一点，去想一想，人工智能发展到什么阶段，我可以用它来改变我的什么生活和工作。我讲清楚吗？就大家不要被宏大思绪给带歪，你要想的是务实一点，我能做什么？举例子，
自动驾驶不需要等到 L4级别，全自动驾驶。自动驾驶真正进入到商业领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自动驾驶真的进入到商用领域，真的产生价值，能不能在汽车企业之间产生这种销量的差异，能够吸引消费者，是哪个功能开始的？自动驾驶从哪个功能开始的？想一想，作为女士们可能用过自动倒车入库、自动泊车，而自动泊车的东西离人工智能还远着呢。很多时候就是一个雷达摄像头的作用，就是个算法，我们讲清楚吧？但是它已经有这个作用了，就赶紧用，从而带来你商业上的领先，能讲清楚吧？哎，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它到底终局能不能进入超越人，能不能具有灵魂？你可以闲着没事想一想，就是本身对你来说意义不大。你要想的是创新也好，创业也好，转型也好，它有什么东西我能用？这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我们讲清楚了。行，那咱们进入正题。前面铺垫了这么多，那咱们就聊聊给普通创业者或者转型工作者的、转型推动者的思考。首先，我要确认一下，在座的咱们是有110个人吧？有多少人？报名100上不知道来了多少啊？这个在座的诸位，你们是创业者，就是你想要聊聊 AI， 你想要基于 AI 去搞新的创业的，请举手。不多，1/4、1/5。OK， 你是企业里的员工，可能是高管，可能是普通的工作人员，你可能面临着 AI 的冲击，或者说你想推动企业的 AI 的转型的，去举个手。也不多，那剩下的这一半是吃花行动，对吧？没关系，那就你来知道一下，对你一定有好处，没有坏处，啊，你可以听听就忘，但对你一定有好处，没有坏处。啊，要分2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如果你创业怎么办？另一种情况是如果你在企业里面推动 AI 的转型落地怎么办？这是2种情况，我们讲清楚吧？啊，咱们分条来。最近这1-2年，我前2天统计了一下，我看过的项目，经手的项目，包括我参加路演、做嘉宾、做评委的项目，反正没有200，也有150个。我自己还投了几个。我自己做天使投资人的逻辑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讲一下。但凡我出手投的，我一定是投早投小，就是10几万、几十万，我也没更多的钱了。这多钱我也输不起。但凡我敢出手投，就是因为我一定是想下大了，就是我已经知道 A 轮谁会出车，就我一定会能把它卖出去。我可以 A 轮就把它套现出来，也可以再等到 B 轮，我们讲清楚了。所以就是我其实就是找投资的时候我是很苛刻的啊，但是呢我也掉到了坑里去。我投了一家公司到现在为止，我发现就是也很难变现。我给大家讲讲里面的逻辑，我总结了这些条，你光看文字你看不懂，给大家讲解一下。第一个，现阶段如果你创业的话，你会发现就大部分的投资人，因为你创业尽量不要用自己的钱嘛，对不对？就是如果说你融不到资啊，然后呢要靠自己的钱，一定做好止水线，同志们、兄弟们、姐妹们、阿姨们、哥哥们，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你的创业影响了你的身体健康，啊，影响了你的家庭稳定，不要干，不值得。我说的是这一点，因为这么多年，包括不管是在这个湖畔创业研究中心、湖大学，还是说是之前做培训咨询服务这么多企业，还是说现在在杭州创业营。浙江省人工智能协会也好 AI 这种，管到这么多地方，看来发现，我想告诉诸位，如果你想创业，如果但凡它可能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但凡影响你的家庭的稳定性，这事不值得你干，因为你的身体不行了，你的家庭毁了之后回不来，没这个必要。而创业，如果你是个普通创业者，什么意思？在这里啊，就是你凭你的背景，凭你团队的资历，不能直接拿到融资的，这都叫普通创业者。什么叫好的创业者？像大疆。今天早上在大疆这边跑步，就大疆这边就大疆一定级别的人出来，我做什么还没想好，我直接给你钱。当年阿里也一样嘛，阿里如日中天的时候，就是 P7、P8级以上出来之后，想干什么还没想好，投资直接100-200，这1-2千万，我先投你，先把坑占上。那是黄金年代，你不是这样的人，你就不要去盲目冒险，因为创业的成功概率真太难的低了，非常的低。天使轮到 A 轮 ，A 轮到 B 轮 ，B 轮到 C 轮 ，C 轮到 D 轮 ，D 轮再到这个什么 P 阶段等等，每一轮死掉80%，很正常。就是你活该就是很正常，你失败才是对的，它的概率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讲清楚吧？好，这个时候你发现就是现阶段投资人大部分他们也不懂呀，我说实话，他们也不懂。你说我懂吗？就是我花了很大的时间去学，我能做到现在大部分的这一个讲 AI 的博主能做到的这个水平。但是你说我真的懂 AI 吗？我也不敢，因为它变化很快的。好了，那大部分的投资人不懂，所以它表现出来一个特点，叫做更加的热情和更加的吝啬。什么叫更加的热情呢？你但凡说你是 AI 方向的创业者，他就跟你就聊得很热，
但其实他从你这里想学点东西，你能理解吗？啊，然后这个，但是他会更加吝啬。什么叫更加吝啬呢？就是他更加的不愿意出钱，因为他也在学习阶段，他怎么敢出钱呀？我能讲清楚吧？啊，所以说这个阶段，你跟投资人聊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基本的三个逻辑是底层规律，你再好的项目也都有问题。就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原则，就是 AI 和 AI 的从创业的角度没那么重要。真正从创业的角度，从拿融资、从业务能做成的角度，商业逻辑是压倒技术逻辑。这句话我不知道你能听不懂。商业逻辑永远是压倒技术逻辑。那我讲一个很悲惨的事情，就是大部分的技术起家的创业公司，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他的 CTO， 他的技术的合伙人，很多时候，他如果不是技术的做技术的人，做老板占大股发行这家公司，如果他是合伙人的话，技术合伙人占的股份，一般而言一开始大概率10%到20%，很难超过20%。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这个经验。然后再进一步的，这种公司创业的时候，到最后技术类的合伙人往往就没有这么重的话语权，甚至数据。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体验，这是一般的经验和规律。为什么呢？因为商业的逻辑是压倒技术的逻辑，但做技术的人往往是看得太重。我这样讲就没有体感，我们讲几个故事，讲几个就是特别好玩的故事。上午有另外一个场人分享，我还是把案例讲出来跟大家聊聊。一般诸位这个我看看有孩子的举个手，啊，大部分啊，有孩子，然后还要上学，对不对？孩子要上学，要考试，对不对？要考试卷，对不对？恨不得一个星期考好几次，对不对？那老师改试卷是件很麻烦的事情。老师改完试卷之后，理论上讲，他应该对每个孩子的成绩、对每个孩子的偏科、对每个孩子哪个知识点到底学透了没有，要不要怎么来补习和练习，老师应该绞尽脑汁去掌握吧，然后对孩子做针对性的辅导，对不对？但是这种事情，你觉得老师累不累啊？很累，对不对？好，我想问大家，如果你用 AI 去搞一个创业项目，你想帮老师解决这个问题，帮助学生提高学习的能力，请问你该怎么做？来，发挥你的想象力。这我给你一个非常具体的场景。智能阅卷，然后知识归类，做创意集。非常好，还有呢？在建立学生的个人的数据库。哎，好，还有呢？再结合现在大模型，比如说 DeepSeek，那去给它不断的对话式的训练。OK， 如果聊到这个程度，我帮你总结一下啊。它的商业逻辑是这么大的，它的技术逻辑是这样的：第一，我要接到教育部门或者说这个城市的这个数据库，我要知道对这个对应的不同年级、不同阶段的孩子，按照大纲需要掌握什么东西，我能讲清楚吧？它有这个基本的数据库，有个打底的东西。第二个干嘛呢？它要发展一个什么东西？就打印机、扫描仪都是4合1的。这个试卷100张放在这里，呼啦扫过去，然后呢就能够瞬间完成批改，因为这是图像识别能力嘛。结合数据库，结合这个题库，好了，批改完成了之后，然后呢能够定位到每一个学生有成绩、有错题的记录，我能讲清楚吧？但是一次不行，你最好能够追踪过1个学期，或者说追踪过几个月，从而能够把这个每个学生来建模，我能讲清楚吧？通过建模，这就有技术的力量了。通过建模的知道这个学生偏不偏科，他哪个知识点不行，然后把对教学的指导意见生成一个指导意见给学生、给家长、给老师，我能讲清楚吧？然后呢，老师可能在基于这个东西，再生成新的试卷，生成新的这个学习方案，然后呢，再让他去学习，再考试，再看有没有改善。我能讲清楚吧？听起来是个很好的逻辑，对不对？好，你觉得这是个好业务吗？认为是好业务的举个手，是个好的创业项目的举个手。举个例，只有少数几个人。那我反过来问，你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创业项目的举个手？你看，大部分人不举手。这大部分人不举手。你认为不是好项目，为什么？首先就是这种针对性建模投入成本很高。没这么高，放心。然后其实的效果，因为对于孩子来说，可能就是跟他的那个交流互动的用 AI 生成的一种方案。他和孩子的交互动没你想的都是，他主要和老师交流。有反方有没有谁觉得说这个业务不是好业务？刚刚谁举手了？说这不是好业务？再给个理由。这位大哥。因为那个老师会用 AI 的时候呢，学生也会用。老师是用 AI 呢，不停的改题，
那学生呢也会用 AI 呢去把这个老师认为对的给它纠正出来。啊，这是一个逻辑。我刚才讲这个事情为什么比较麻烦啊？那这样子，就首先呢就是什么呢？首先这个事情的技术壁垒更高，我讲清楚吧？你会发现就是它有技术壁垒，但壁垒没那么高。它主要拼的是获客，能理解吧？你要用最短的时间去面向学校或面向老师，赶紧把这个东西卖出去，卖出钱来，累积下来，我能讲清楚吧？就是你会发现这个技术容易被 copy。然后呢，获客的逻辑，商业你是卖给老师还是卖给学校，这件事情比技术点的更重要。你如果动作不够快，被别人烧得很麻烦。然后呢，其实市面上类似的东西也有出来，有好几家在做，这个时候拼的就是获客能力、营销能力，我能讲清楚吧？如果你的获客能力、营销能力不够行，对普通的 AI 创业者而言是灾难性的，因为你的技术，你会发现对于普通的创业者，你的技术永远不可能有在大厂先进。然后呢，容易被泛化。这个时候你的获客逻辑、你的商业变现逻辑如果不够强、不够快的话，你会很悲惨。我们讲清楚吧？好，这是第一个。所以就是商业逻辑、营销逻辑一定要自洽，一定要成立，否则的话，只靠你有什么 AI 的东西，你在自嗨。就大部分的 AI 方面的创业者，今天我看了一下，尤其是这个 AI 的这个什么陪伴玩具，你知道的啊？我看我总觉得，我个人的观点啊，很多是没有什么意义。你用 AI 就是你想说让它就是一个毛玩具，眼睛里面可能有不同的眼神，对不对？好，然后你跟它对话，它不就是做一个云端的这个大模型接入？然后这个玩具，你会发现就是很容易腻的，能理解吗？你拍一拍跟它对话，它很容易腻的，很讨厌。但是他也说他有 AI， 就是大部分的这个说自己有 AI 的这种创业者，我看来看去之后，我发现就是他的业务逻辑并不成立。你要想的是，如果你觉得成立，那行，你告诉我你接下来如何用不到1年的时间卖到1个亿？如果你用1年的时间你能做到1个亿，这才有投资的逻辑，我们讲清楚吧？如果你1年、2年、3年你都做不到1亿的营收，我投你干嘛？所以商业的逻辑会压倒技术的逻辑，这是基本的商业的常识，大家一定要心里要有数。不要因为你有什么 AI 的功能，然后赋能哪一个东西就觉得了不起，这是非常的好玩的事情。就是大部分的创业者因为没有被毒打，所以呢他容易有执念，我就觉得说我用 AI 加持一个东西，我就觉得就是很好的业务，不是真相是相反。那么再往下，多模态软硬件结合的方向，高价值项目都不是单纯的用大语言模型。刚才已经讲过了，你像自动驾驶，你像这个自动驾驶，它其实早期的时候跟大语言模型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是算法，是雷达。是这些东西。你像这个哈萨比斯，谷歌的这个人，他做了这个蛋白质折叠结构的研究，还有市面上很多这个研究这个新药，你会发现它大语言模型没什么必然关系，它是专门计算的算法。在我看来，它更多的主要是算法。我们讲清楚吧？它主要是算法问题，还有数据库的问题。所以就目前看来，多模态软件结合这方向，纯粹的就市面上有大量的那种。一个玩具也好，一个软件也好，其实背后套一个大语言模型跟你对话，然后呢，他把它做一个包装项目，这个项目你就不要碰，这个项目没有任何成本。好，那再往下，巨头之间的竞争是有边界是高度模糊的，基建和大厂有多想要，什么意思？这个英伟达前2天 CES 上还是哪里，他就讲了，他就做了特斯拉做的事情，他来开发自动驾驶的这个场景，原因很简单，太赚钱了，他需要这个场景维护自己的护城河。因为特斯拉呢已经在研究自己的芯片公司，谷歌呢在做自己的 GPU，要撬英伟达的芯片。对于这种巨头而言，它的竞争是高度模糊化的，我们讲清楚吧。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他们肯定在未来的几年会要求去研究这种真正有价值的场景，就真正好的场景，那种价值很高的场景。对于作为普通创业者而言，我会建议你轻易不要往里跳，就是你跳进去可以，你先想好你怎么卖深的问题。我说的非常的实在。就是有些高价值的场景，你也许有些技术力量，有些天生客户资源，你做可以做，有本事你接下来几年你发力狂奔，想办法做的尽量大一点，但是你随时做好卖身的准备，因为不知道被哪个巨头看中了之后，结果他随便你动翅膀就把你灭掉。最好的场景，最好就是你一上来就和哪个大厂是有联动的，你知道做到什么程度会被他收了。很多的创业者，我这么给大家讲，吐大厂的创业逻辑，你不要觉得丢人，这是很不实的逻辑。就我没想过上市，我没想过说一定要做得多大，我做到一定程度被大厂收了，这是一个很好的逻辑。我们讲清楚吧？就是你会发现，19年级以前，大家做创业，大家会讲使命愿景、价值观，讲情怀，讲改变世界。19年之后开始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对抗，然后又疫情等等，地缘政治越来越紧张，经济也越来越紧张。你会发现，现在的创业者了不死
19年之前，大家你不讲使命，你价值观，不讲改变世界，我不好意思出来骗钱。那现在的发现就是，如果我不先讲清楚我怎么赚钱，我更加不好意思出来骗钱。这个事情就特别好玩，时代不一样，创业的逻辑不一样，逻辑是不一样的。我能讲清楚吧？好了，再往下，这个情绪价值类的东西，大家谨慎一点，太多自嗨。这里的终局是超级助理，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有大量的这个多面的陪伴的机器人，大量的毛绒玩具，号称也有 AI 的陪伴的功能。你们买过的请举手？买过这种 AI 的情绪价值的东西的请举个手。啊，情绪价值类的东西，对吧？这就我发现，如果这么讲的话，这玩意儿还有空间的。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跳一讲，就是这个东西。这是今年的 CES 展，就美国的电子消费展出现的。这是什么东西？知道的举个手。知道举个手。有人举手吗？加湿器。啊？是加湿器吗？加湿器。它是这样子。现在在这个情绪价值的赛道 ，AI 驱动的情绪价值的赛道现在比较火。大量的企业干嘛呢？就搞一个毛绒玩具也好，搞一个智能硬件也好，那它能够给你对话，啊，让它给你提供情绪价值，我讲清楚了。啊，然后这类赛道，我个人的观点，从终局来看，真正有前途的没有几个，原因很简单，真正的情绪价值，它来自于什么？它来自于一个最终极的情绪价值的陪伴是。钢铁侠里那个贾维斯大家知道吧？钢铁侠有个电影，然后叫超级助手叫贾维斯钢铁侠，他能干嘛呢？就是我这么说，你们跟大语言模型聊过天吧 ？AI 聊天对不对？你发现跟 AI 聊天，它能提供很大的情绪价值。你怎么说，他跟你的对话都显得很尊重你，他都会很奉承你，他都会就是先把你拍一顿，然后你即便说到他批评你，他也讲得很克制，你跟他聊天聊不下去，对吧？但是你的领导不是，你在现实过程中的你的领导、你的同事，一个个比机器人还有逼逼。就是人类为了工作，都把自己训练得越来越冷酷、理智和冷酷。人把自己训练往机械方向去走。但是大语言模型一发现了，它为了和你更好的互动，它很有味道，它很有温情，情绪价值提供很到位。我能讲清楚吧？然后如果说你能把这个猫啊、狗啊，如果说我不养猫不养狗，我养一个。有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机器人行不行呢？说明上有它，你看这两个大眼睛，就多么有情绪价值。它能根据我的对话有不同的眼神，它有不同的声音跟我对话，我能讲清楚吧？然后它甚至帮我干一些活。但是呢，就你发现大量的情绪价值的东西都要这么做。但这个赛道，在我看来，第一呢，最好的是整合现有的资源。这是什么？这是个 iPhone 能看出来吗？就是我不需要再去造新的硬件，干嘛呢？我只需要造一个底座，这个底座集成了这个充电功能，然后这个 iPhone 里装一个软件，那这个软件呢，能干嘛呢？就是我工作的时候、生活的时候 ，iPhone 一放能充电，然后呢，我跟他对话的时候，他的眼神忽闪忽闪的，让我很开心，能陪着我，提供我很充分的情绪价值，比语言模型纯文字要来得多。我们讲清楚吧？底下的各种的接口能提供各种各样的东西，很好玩。它这个东西我觉得有希望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它没有硬生生的造了一个毛绒玩具或别的什么东西。他把人类智慧一个代表作 iPhone 给集成进去，然后这样一来，它的售价会降低，它的普及数量会很高。我们讲清楚吧？然后它也不会腻，因为你把一个毛绒玩具陪着你，它就是陪你聊聊天，这就是个模型嘛。结果你腻了之后，它也很容易扔掉，那你会把 iPhone 扔掉吗？这不一样。所以就是所以这个情绪价值的东西大家谨慎一点。然后呢，大厂覆盖你的小场景的问题，你不要纠结。就是你在研究客户心理标准的同时会有答案，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你做 AI 的创业，影响的就是大厂、大模型企业也好，谷歌也好，英伟达也好，阿里也好，腾讯也好，豆包也好，它万一把你覆盖了，你就死得很冤枉，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个之前做图像生成的企业其实很多了以前，结果呢被那普拉达一更新，被这个豆包一更新，立马就嗝屁了。就是你拼不过它，所以被覆盖是件很悲惨的事情。那你可能会担心说，那我做 AI 的创业，我做的这个场景和业务会不会大厂给覆盖掉？其实你不要纠结。如果说你确定你想做，那怎么办呢？你用一些数据来证明就好。再讲一个案例，遇到一个创业者很好玩，就是你看你的这个手机，小茶杯、陶瓷的制品，比较精致的物件，水晶也好，这个珠宝也好，
如果你要卖这些货，你如果是电商或实体企业，你总要拍图，对不对？你要拍摄很好的图，你像陶瓷类的、玻璃类的、珠宝类的，把它拍的晶莹剔透有质感，这是需要花功夫的，对不对？要么你自己养一个拍摄制作和美工的团队，要么你外包出去，大概50块钱一张，对吧？它不是你普通人拍得出来的，是吧？但是如果你用这个 AI 来解决，请问你这样如何来解决？你这样如何来解决？现在市场上有很多人这么干，他做一个小盒子，做一个灯箱，把这个灯调色好，然后把设备把东西放里面，里面还有摄像头，然后呢，同一时间不同的角度，灯光和这个摄像头都拍下来，然后再做一个模型，在里面有这么几十万、上百万张的这个对应的东西的模型，训练好在大模型的基础之上，在多模态就能训练出了特定的指数，然后呢，基于这拍摄的东西再给它加工。加工完之后，大概从消耗透明的角度讲，大概几毛钱就能做出一张效果相当好的，从50块钱一张到几毛钱一张，这是不是好业务？你愿意投吗？愿意投钱的请举个手。认为这是个好业务的请举手啊，有一个人举手。那认为不是个好业务的请举手。就是我这么跟大家讲，我跟他聊天，我就问了他几个问题。第一，如果说这个有没有投资人问你说，如果他为什么不是直接手机随便拍几张，然后呢大模型你随便丢到，比如说丢到哪哪哪哪，丢到豆包上面，让它直接给你调校生成出来？你如何证明说这个行业是有壁垒的？大厂的大模型是公布透的？我们讲清楚吧？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问题，所有的 AI 的创业者都要面临这个问题。你做这个事情，大厂如果入局了怎么办？或者说大厂随便扩展一下自己的能力，是不是就把你给覆盖掉了？你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讲清楚吧？然后这个问题你跟他说我的技术能力强，我有几十万张的照片，我有多少的数据库，没有意义。这个东西谁没有啊？这个东西壁垒能有多高呢？我们讲清楚吧？你要做的事情是回归到商业的基本的逻辑，因为咱们今天主题就讲说让你避坑，那你不要掉到这些常见的坑里面。你要做的是这样的，我跟他聊这么逻辑。你出门，你去，毕竟他有客户的，你去把你的这些做水杯的、做这个水晶的、做珠宝的这些客户，你挨个拜访一圈。然后呢，这里面他们也有这个做设计的人，找这些意见领袖，怎么办呢？第一，你拿到了多少客户？然后呢，哪一家客户？比方说，随便说一家，比方说这个施华洛世奇，他做水晶的嘛，对不对？施华洛世奇，其实我真的不建议你们买，这是最贵的玻璃。好了，那么假设官方不会来打我吧？反正就是假设施华洛世奇，你进去，你发现施华洛世奇，他说我原来有50个人的拍摄和这个美工的团队，用了你这个东西之后，能够省掉20个人，省掉20个人，一年能省掉多少钱？省掉这20个人对应在一起，省100万，为此我能够付你多少钱？我能讲清楚吧？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题，能理解吧？你有多少，你拜访了多少不同类型的客户，这些客户他各自的营收和你没有关系，他在这个方面，他的这个队伍的维护和成本多少钱和你有关系，你能帮他省多少钱，他为什么愿意付多少钱给你有关系。你把这个事情理完之后，就有客户的分成，我能讲清楚吧？客户的分成反过来倒推一下市场空间，这个算法就成立了。这样算出来的市场空间有多大，能赚多少钱，什么类型客户会付钱，然后呢，这里面这些客户为什么会花你的钱？你最好找这些客户里面的这些摄影师也好，美工的团队的负责人也好，让他帮你建一个标准，说对水杯、对玻璃、对珠宝、对不同的部件，有哪几个标准才能够拍出来相应好的照片？而大模型、多模态的东西做不出来，必须要用你的东西。我来讲清楚吧？在拜访客户、建立商业的闭环这种算法逻辑的同时，把一个标准建立起来。这个标准，如果他给我排斥这种多模态的东西和大厂里的通用的东西 ，OK， 你成立了。你跟他讲道理没有用，你跟他说我有多少的这个照片的库存没有用的，你唯独拿事实、拿客户的声音讲道理讲这个东西是有价值。我能讲清楚吧？但这件事情就是在细分客户、细分客户场景、建立行业标准的过程。他不是跟你说我有多少，就是做技术的人。有点技术的能力，说用 AI 的能力做东西，他容易陷在有股区，说我有 AI 的能力，但是我又说不清楚他为什么大模型或者说这些别的厂家覆盖不了我，这讨论没有意义。因为我刚刚说的逻辑，解决掉客户细分的问题，解决掉客户价值的问题，解决掉这个行业标准的问题，解决掉里面的这个从哪类客户能赚到多少钱的问题。然后呢，你能回答说得好，我能拿到多少客户，我能够1年之内做到多少，也许就有投资的逻辑。我能讲清楚吧？一切回归到商业的本质。在接下来的3年，不要因为 AI 怎么样，所以你就套个 AI，所以你就创业了或者转型了，没有意义。
商业不成立 ，AI 没有价值。我讲的清楚吧？什么？没有客户的时候，那你这事情还没有开始。开始创人行动那段时间。那你这只是一个空想的阶段，这就是创业难的点，就零到一个启动了。因为一个想法，你得先说服你的朋友，说服你的朋友加入进来，对不对？搞一个原型，然后呢，不管你是陌伴，还是说服朋友的朋友，还是靠关系搞几个客户，做几个原型嘛，都这么来的嘛。你啥都没有的时候，只能去跪求了，都是这个样子。我能讲清楚吧？就是发动你身边的资源，就是所以没有资源不要创业，说实话。就是如果你就是啥也没有，就要去靠陌伴。去陌生拜访、打电话，或者说花钱投放广告，你都没有天使轮的客户，就是他一上来就愿意用你的东西的。我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就说明过去这些几十年、20年的积累，你没有很好的资源。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大概率是严重缺陷。我能讲清楚吧？就是创业这种事情，我一般都劝退。就是你没有足够的资质，你比方说你已经20、30岁、30岁了，如果说你还没有天使的客户，没有几个朋友愿意支持你。没有这么几十万的资金作为你自己的资金，不要搞，就说明过去这2、30年有问题，不适合干这个事情。你好好打工，我能讲清楚吧？就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就大家务实一点。因为创业导致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身体出了严重的毛病，这样太多了。就是有些事情不划算，这创业真的不是人干的事情。你像我会写遗书里面讲，我最难的时候，我的融资没到账，我所有钱拿去发工资。然后人家投资人说是签了 PS 准备出去，他没到就不会到，你知道吧？就他没到，他不给你就是不给你，你能怎么办？然后再晚几个月我就不傻了。但那时候我已经30多岁了，那前面打拼的这些钱和累积的社会资源，把所有的资源全部堵在这里，堵在这家公司。如果说他没到，我就死掉了，我连遗书都准备好了。一般人承受不了这种压力，我后面把几乎全摆了，就那段时间摆起来，太难了，因为客户也难搞，资金也难搞，团队呢你也不能骂。一上来说团队一直哄着，你要没效率，你骂他们还走，很难，这真的不是一般的干活。好，那再往下，时间关系呢，咱们是到5点半对吧？5点35。那时间关系，我们重点讲讲什么呢？重点讲讲就是前面讲了很多创业的逻辑，我们重点讲讲什么呢？重点讲讲创业逻辑讲一条，就是如果你要创业的话，轻易的不要在这种，你最好就是沿着产业链往上游去挖。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现在你如果关注美股、港股，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有一类股票在年前年后涨得非常的疯狂，闪迪、美光、海力士做内存的，做闪存的。你们买过这方面的股票就是？买不到啊！赚钱了吗？长新的可以买长一点点啊。如果我这么告诉你，一般逻辑是这样的，就是它是这个扩散的逻辑英伟达显卡、算力，对吧？然后呢，这个时候英伟达的股价已经比较高了。如果你蓝筹入局，你要想的是，那和显卡和算力相关的还有哪些必备的元器件？你会发现算力、电力都是必须的。所以你会发现过去的1、2年，电力股票、核电类的，还有这个存储类的股票都涨得很疯狂。闪迪去年上市的，到现在为止涨8倍还是10倍。美光从去年大概涨了5倍还是6倍，我记不清楚了，一路向上，中间波动都是很小。然后那个韩国的三星、海力士也很疯狂。但你会发现，就是这个时候你来入局已经很晚了。那我现在告诉你，还有一个方向叫传感器，什么意思呢？最近从去年的上半年到下半年开始，李飞飞也好，新锐也好，他们都在讲世界模型。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模型也好，人工智能也好，机器人也好，它要感知世界，能理解吧？它要感知重力，它机械力生出来，它能抓到这个东西，我知道能有多大的力量，我讲清楚吧？这个东西就是比方说屋子里布置这种人工智能，它呢调试这个光线啊，或者各种各样的东西，它都需要传感器。你现在去看传感器的相关的主要的企业的股票，已经涨了不少了，但还有机会。但如果你买了亏了，不要怪我。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传导是一层层往这个表面看是显卡，显卡往下是算力，而是那个电力是内存，再往下因为这个世界模型，因为这个物理世界的探索，你会发现传感器会成为下一步。我们讲清楚吧？所以就是你不需要在最火热的地方，你去给他卖铲子，给他挖矿的人卖铲子卖水，依然是个很好的商业逻辑。就是不要因为别人什么东西火你去做什么，很多时候你不配，说的难听。因为对于普通的创业者，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过去这些年你没有累积好人脉，没有累积好资金，没有累积好这个各方面的东西，导致你管理能力也不行，领导能力也不行，结果你非得折腾一下。
第二个就是什么？你看什么火做什么，结果火的地方，我这么给大家讲，这种你的视野已经比较火的东西，已经轮不到你说了，跟买股票一样的逻辑啊，买在无人问津时，卖在人声鼎沸处。你看到很火的东西，你再进，大概率已经比较晚。你不妨看它背后它的产业链后面是什么啊，这个对你逻辑比较好，我们讲清楚吧？好，那么再往下，这也是我们重点讲企业端办公及效率的业务。这个东西很难拿出去融资，自己做转型可以，先拿乙方练习，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刚刚看到，就是还是有不少的伙伴是企业里的高管啊、工作人员呀、你会面临企业的 AI 的转型的问题，你可能要推动企业的 AI 转型，也可能是 AI 转型的受害者。看，那跟大家聊聊这个事。首先，我个人的观点啊，因为你做投资业务，做到我这个份上，我这个年纪和这个经历阅历，我是要有自己的观点。很多的做咨询培训的老师，他最烦的是这也行那也行，这个优点什么，那个优点什么，你自己看着选择，这很讨厌。就是在我们看来，一定要自己的观点。我的观点很简单，在面向企业优化办公效率、优化运营效率的这些软件的，或者说 AI 的这种功能，它本身在企业里面，你从转型的角度，你自己去做是可以的。但你把它拿出来做一个独立业务啊，做成一类创业，这个事情是有点难的，很难拿到融资。我举个例子，我这边有一个 AI 加跨境的公司，我跟你讲他业务啊，他本来就是一个技术的人员，然后呢本来做跨境的，然后呢他本来做跨境也挺牛逼的，但是他们之前公司出来之后搞一家跨境公司，一上来没什么钱，从前年成立，去年总算摸到门道，用 AI 来加持跨境的业务，就跨境电商干货了。好了，然后去年大概能做到3000万营收，很快，就这么几个人，10几个人。好了，然后我跟你讲他怎么做到的？首先这个选品，他用 AI 加这个爬虫去监控全球范围的这种商品的移动，监控各个的方面的数据。因为如果你用人工去监控的话，很慢，很烧人工，而且难度挺高的。他用 AI 去监督加爬虫，哎，一换就是他能够敏锐的抓到，比方说欧洲有什么东西已经开始火了，美国还没有火，美国有什么东西火了，欧洲还没有火。啊，这是有这个时间差的，我们讲清楚吧？大概率它会传染，而且做这种东西胜率极高，啊，胜率极高。一般作为女士，我一直喜欢举这个例子，是因为她把这个东西做成了很好的点。就是你长头发，你会用鲨鱼夹，鲨鱼夹用过的举个手，各位女士。啊，鲨鱼夹把头发一夹，其实很漂亮，对不对？但鲨鱼夹你往后一躺，它会硌到你。它如果睡了之后，它不小心插到你的头上去，哎，你发现很危险。英国就流行叫扁平夹，避免这个问题。美国还没给立起来，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趋势，找到义乌工厂加工的时候，用 AI 告诉他说要把材料再改一改啊 ，AI 在追踪数据选品，再告诉你材料可以怎么改方便，其实很容易，他就直接告诉你了。他告诉你不代表他对的，你用人工再判断一下，对吧？好了 ，AI 的选品 ，AI 的产品升级，比人的效率高得多的。好，然后呢，这个你找到你加工厂，把它加工出来之后呢，干嘛呢？上架你要做页面，要写文案，要做图片，对吧？用 AI 生成确实效果很好。然后呢，要用 AI 去监督它的进销存，库存多少，价格多少定，要不要做促销，要不要调价格，广告投放的预算开关要不要开关紧一点。你用这个 AI 来运营的这个东西，你会发现什么特点呢？平时一个人能管10几个单品就不错了，现在在 AI 的时间下，一个人能管几百个单品，能讲清楚吧？然后带来效率极大的提升。他这么几个人的小团队就能够运转过去几十人、上百人运转的商品的数量，它能够快速的迭代、快速的上货、快速的调价格，然后呢，快速的改变广告投放，它的利润就比别人高。这就是他用了极少的，大概友商大概也就是1/4的人力，他能干到3000万的营收，比别人还高一半。大家清楚吧？然后因为他这个资金池比较小，因为他资金池小，他进货就比较抠抠搜搜的，他不能大批量进。所以他就在慢慢的滚动嘛，他启动资金才100多万，去年做到了3000多万，利润很高。好，这是不是一个好业务？认为是个好业务的请举个手，认为能拿到融资的请举个手。你看，我知道拿不到融资，就是我本来这个事情非常有信心，我花了很大的代价，然后呢，把我所有能用的资源我全用了，最终我没能搞定他的融资。投资人的观点非常的简单，就是第一，你还是个卖货的，能理解吧？绝大多数的企业，你用 AI 转型，你比方说你用 AI 去改变，比如说财务，让财务效率更高，让人力资源的简历的读取、简历的整理效率更高啊，或者说建了工作流、建了 AI 的 agent，让你整个人办公协作效率很高啊。你比方说用 AI 怎么着？反正如果只是改变了办公效率，只是改变了运营效率，你会发现就是它没有给你带来质变。
除非说你这个效率的改变、成本的改变，让你能够成为行业里的垄断性的地位，那你在行业里能成为第一名或者前几名，而且和其他人能够拉开身段。什么叫断崖式的领先呢？你的市场份额是后面的几名加起来的总和，就你具备了这种潜力。如果说你因为 AI 的转型，那你具备了这种竞争优势 ，OK， 你有投资价值，我能讲清楚吧？但是绝大多数的企业的 AI 转型，往往都是用这个大语言模型，还有视觉，还有这个图片能力也好，视频能力，就是说白了就是做文案工作。我能讲清楚吧？做文案工作，做数据的处理的工作，只有少数的公司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的转型。你比方说现在这个佛山这个美的，美的他说自己花了很多亿，数字化、信息化、AI 智能化，他说自己搞得很好，我就专门参观过。他专门成立一家公司叫美云智数来推他这个解决方案，希望这家公司能做到几个亿、10几亿的营收，将来单独上市。就是我们看一下，就是他想法很好，但这个业务我的判断就是他能赚钱，他上市比较难。原因很简单，就做什么，就类似我第二轮创业，做什么这个很重的交付，能讲清楚吧？很重了，太重了，大部分的企业会把你消耗掉。你订单1000万级企业，100万级企业又怎么样的？你做不成产品化的交付，没有那种复用的逻辑，没有产品化的逻辑，没有复用的逻辑，你的交付就很重。你交付就很重的话，你这个营收规模就很难上来。你营收规模上来速度不够快，就没有投资的逻辑。我能讲清楚吧？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自己的判断是，绝大多数的企业都有必要拥抱 AI， 拥抱尤其是基于大语言模型、基于这个图像，还有基于这种传感器带来的物理世界的这种东西来改变你的运营、办公和作业的效率。绝大多数企业都要干这个事情，因为你不干，你的对手干，它的效率比你高。你要知道现在竞争多卷，我刚刚跟我的同事们去这个通义千问的那个智能硬件的展览，就在海航世界，然后看到很多的做智能手表的厂商，智能手表就长得苹果的这个手表一模一样。我就看了说，我说你这个我没看出来你和这个苹果的手表和小米的手表有什么区别。无非就这里面有一个 AI 的对话的功能，说白了就是要么是本地，要么是云端套了个大模型。我说那你这个东西小米也有这个功能，你和小米的区别是什么？他们就说我比小米便宜。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对。就是如果你从投资的角度去看，你像我一样，如果你见过很多企业，你听到这话的时候就是翻江倒海，你知道吗？什么叫翻江倒海？一方面，算你对。另外一方面，就这么没出息啊，能理解吗？所以你会发现什么问题，就是因为接下来的3年，因为技术能力的各种的泛化，你会发现就是必然就是每个赛道都会挤满技术能力。而挤满到这个程度之后，你会发现，如果你不够前瞻性，不够差异化，你只能卷价格的时候，你就没有利润呀，同志们，能理解吗？你要知道，你比方说很多有些行业卷到最后，你比方说做金属切割、做金属切削的那些很多的企业。它不靠燃料加工的这个加工费，它靠的是这个切下来金属的废屑卖钱。因为很多那个制造业的工厂，它靠的是分股电赚钱，就是我白天不开工了，我晚上电费便宜，我靠这个价钱来赚钱，很烦，这不是好生意，能理解吗？还有很多人剑走偏锋，搞金融，靠金融赚钱，这种那行生产厉害。这搞金融的我怎么说生产厉害？我们俩清楚。所以不啰嗦了，总结句就是面向这个，如果你是做转型的，我想告诉你，就是在座的诸位有一个算一个几乎，都是有必要拥抱 AI， 用 AI 能力提升你的作业运营的效率。你别的不说，你人力资源简历的阅读和这个提炼，你财务的报表的审核，你这个工厂的这个进销存的这个数据的提取，还有这种信息的流转，你会发现就是如果你用 AI 去做了几个 agent 把它连在一起，这种效率极大的提高，这一定是事实。但是这种东西你自己做就可以了。你如果愿意的话，花点预算找别的外国公司来做，外表很多乙方公司干这个事情，让他先来搞啊，你也不懂啊，你让他先来搞，你知道怎么一回事，将来你慢慢搞也行，你愿意花钱自己花点钱都挺好的。但是这个业务，我自己旗帜鲜明的观点是很难拿出来融资，然后你也很难依靠这个东西获得短暂的领先，从而获得更高的投资价值，很难。你安安心心做没什么不好，我能讲清楚吧？如果你想要拿到融资，你要想的是能不能带来短暂的领先。如果你只是改造自己的业务，你就安心的去改造就可以了。OK， 这是我今天的主要的分享，因为时间确实比较短。这个内容如果展开聊，然后还要做互动的话，估计1天的时间也差不多，或者至少半天吧，时间比较紧，所以我就只能啰啰嗦嗦，我就喋喋不休的给大家就输出这些内容。还是给大家讲清楚，这是一家之言，就是世界变化挺快的。
如果你让我讲未来的趋势，其实大家的大差不差判断是对的。你让我讲未来的趋势，未来几年的这种波段，每个波段的注意事项大差不差，我也能判断得准的。但是落到非常具体的业务问题，还是要 case by case 的分析。那我讲了这么多都是我的经验，不一定对，大家批评指正。好，那么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张老师的这个非常清晰，然后又非常克制的一个分享。那么，请张老师坐在我们的位置中间，然后我们请大家所有的书友尽量集中，就做我们合影拍一个照。